威豪门的第一天，贾千金试图让全家人敌视女孩。他本以为这个穷丫头会手足无措，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女孩非但没有一丝慌乱，还把他对得哑口无言。我说妹妹，我又不是来住客房的，你没必要一个劲儿的给我介绍这些。我呢，只要知道自己房间和洗手间在哪就够了。顾雨晴眼角余光忽然瞥见一道人影，她立马换上哭腔，声音都哽咽了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呀？我就是想让你快点融入这个家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一道低沉的男声：雨晴，这是怎么了？顾雨晴赶紧用手抹了把脸，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。啊，三哥，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？没什么的，姐姐她什么都没说，姐姐对我可好了。她刻意强调着什么都没说。顾泽言的目光冷冷地落在顾念威身上，语气里满是不屑。你就是那个刚被认回来的野丫头，你爸没教你规矩吗？真搞不懂，爸妈干嘛非要把你这种人接回来？哎呀，顾念威忽然扬起一个灿烂的笑容。既然三哥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用妹妹招待我的方式来给您赔个不是吧。话音刚落，他一把抓住顾泽言的手，拖着他从2楼第1间房开始强行介绍。等顾泽言回过神来的时候，顾念威已经给他介绍了5间房。顾泽言终于忍无可忍，厉声打断他：闭嘴，别再浪费我的时间。听到这话，顾念威右手立马握拳，把手递到顾泽言的嘴边：这位先生，请问您刚才说的可是真心话？确定现在不收回吗？顾泽言被他这操作气得脸都绿了，转身就跑下了楼。没一会儿，顾泽言就领着爸妈和二哥气势汹汹地冲上了楼，一家人个个都黑着脸。母亲率先发难，语气带着怒火：念威，你到底对你三哥做了什么，让他气成这样？顾念威懒得跟他们多费口舌，爸妈，我知道，光凭我一张嘴是说不清的，我要求立刻调看2楼的所有监控。顾雨晴显然没料到顾念威会有这一手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于是他赶紧抢着开口：爸妈，你们别生气嘛，姐姐她也是刚回来，可能情绪上有点不稳定，没控制好。不，我情绪好得很，今天你们要是不调监控，那我现在就走，再把我第1天回家就被全家逼走的事发到网上，让广大网友们都来评评理。一听顾念威要把事情闹到网上去，父亲立刻对着身后的佣人吩咐：去把刚才的监控调出来。顾念威却在这时悠悠开口：哎呦，我这人初来乍到的，谁知道下人会不会被人授意，动什么手脚呢？咱们直接去监控室看吧。被顾念威这话噎了一下，显然是气到了，索性直接拍板：好，我们现在就一起去监控室。丑话说在前面，如果真是你的问题，你必须当着全家人的面挨个道歉。好的呢。啊，爸爸好威武哦。反观顾雨晴，已经吓得2腿直哆嗦，结果走着走着，他人忽然就软了下去，倒在后面顾泽言的怀里。跟在后面的顾泽言顿时大惊失色。雨晴这一声惊呼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，顾泽言更是气急败坏地指着顾念威的鼻子：你就是个扫把星，你才刚一回来，从小到大身体健康的雨晴就晕倒了。顾念威直接开启阴阳怪气模式：啊，那他这晕的可真是时候啊，跟宫斗剧里那些玩心计的妃子一模一样了。再说了，一个一向健康的人说晕就晕，这演技也太假了吧？不会吧，没人看见他眼球在动吗？人真晕过去和装晕的时候眼球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听顾念威这么一说，其他人看向顾雨晴的眼神里果然带上了怀疑。顾雨晴听见他的话，心脏瞬间砰砰狂跳，但还是咬着牙，硬着头皮继续装晕。这时顾念威故作大度地摆了摆手：哎呀，爸妈，问题不大，咱们还是先去看监控要紧，你们打个电话叫家庭医生过来看看就行了。反正家庭医生最后的结果多半就是说他没事。当然了，要是这个家庭医生被收买，那他肯定会编出一些听起来很严重，但实际上屁事没有的病名。二哥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：顾念威，你怎么能这么恶意揣测你妹妹？顾念威满不在乎地耸了耸肩：这有什么办法？我跟他今天才头一回见面，心里有点怀疑不是很正常吗？哦对了，赶紧给家庭医生打电话吧，打完了我们还得去看监控呢。顾影晨虽然看顾念威100个不顺眼，但还是照做。顾念威一看这情形，直接挽住母亲的胳膊：妈，你带我去监控室看看吧。念威，你快放手，妈得在这儿看着雨晴。挣扎着，顾念威的耐心已经被消磨得差不多了。信我一次，您又不是医生，守着他也没用啊。监控室到底在哪？要是再不带我去，我可就真离家出走了。在顾念威强硬坚持下，除了那个还在装晕的顾雨晴，一家人总算是挪步到了监控室。父亲阴沉着脸下了命令：把刚才半小时内2楼的监控给我调出来。没过多久，监控画面里就出现了顾念威和顾雨晴的身影。画面上，顾雨晴正热情地给顾念威介绍房间，顾影晨立刻冷嘲热讽起来：看到了吧，雨晴根本就是无辜的，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顾念威冷笑道：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，继续往下看。结果视频就这么放了20多分钟，顾雨晴还在喋喋不休地介绍那些根本没用的房间。在场所有人的脸色都开始变得有些微妙。紧接着，画面里传来了顾念威打断顾雨晴的话，下一秒就看到顾雨晴瞬间变脸，委屈巴巴的，然后就开始莫名其妙地带着哭腔说话，以及之前发生的事。父亲显然看出来，他这个养女压根不像表面那么单纯。有了前面监控里那些绿茶行为的铺垫，顾雨晴的晕倒显然在刻意隐瞒着什么。母亲可能还没完全看透养女的这些小把戏，但她也意识到自己是错怪顾念威了。她有些尴尬地开口道歉：那个念威啊，对不起，妈妈刚才不该怀疑你的。顾影晨也尴尬地摸了摸鼻子，语气干巴巴地挤出几个字：那个啥，妹妹，是我不对，对不起了。大家刚准备散了个回个屋，恰好这时一个女佣敲响了监控室的门：老爷、夫人、2少爷，家庭医生程医生已经到了，雨晴小姐人还没醒呢，3少爷让我过来请你们过去一趟。父亲脸色黑得跟锅底似的，他倒要看看他这个好养女还能怎么演下去。走，那我们就去瞧瞧。一行人很快就再次回到了顾雨晴的房间。顾念威打量着那个家庭医生程彦书，长得眉清目秀，一脸温和，活脱脱就是霸总小说里走出来的深情男2号。顾念威忍不住小声嘀咕了一句：行吧，这么个黄金单身汉要是暗恋顾雨晴的话，肯定会为了他编出各种稀奇古怪的病名来，没病也得说成有病。没想到这句悄悄话还是被不远处的顾影晨听了个正着。就在这时，帅哥医生程
程彦书蹙着眉头，一脸担忧的开口：“顾先生，顾夫人，小姐这是典型的积郁成疾啊，因为情绪太过低落，才导致了短暂的脑部缺血，进而引发了晕厥。所以我想了解一下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，才让雨晴小姐受到了这么大的情绪刺激？”顾念威的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让所有人都听见。果然是这种可有可无，全凭一张嘴说的病。程彦书的目光转向顾念威，语气带着一丝不悦：“想必就是刚认回来的大小姐吧？您可能对这类病情不太了解，但我还是希望您不要用外行的眼光来质疑我们的专业判断。”程彦书不紧不慢地说道。顾念威轻叹一声，从房间的装饰品上顺手抽下几根羽毛，接着将目光转向程彦书：“既然是这样，那就希望程医生你待会儿别后悔。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华佗在世。”话音刚落，顾念威径直走到顾雨晴床边，抄起羽毛就往她光溜溜的脚心上招呼。接着他捏了捏顾雨晴的手臂，然后朝众人宣布：“他早就醒了，不过是在装睡罢了。不过他为了死忍着这股痒劲儿，全身的肌肉都绷得跟石头一样。”母亲也伸手搭上顾雨晴的手臂，果然摸到她紧绷僵硬的肌肉，于是他向父亲那边点了点头。父亲脸色阴沉，声音带着寒意：“雨晴，看在你还是我顾家养你的份上，今天这事我可以当没发生过，可你要是再这么装下去，就别怪我直接把你送出这个家门。”然而等了片刻，床上的顾雨晴依旧毫无反应。“爸妈，你们怎么能这么对雨晴？”顾泽言怒吼着冲了过来，谁知他脚下一滑，整个人直挺挺地砸在了顾雨晴的肚子上。顾雨晴下意识地爆出一声惨叫。见此情景，顾念威冲他竖起了大拇指：“三哥，这才是真正的华佗在世啊！”那医生程彦书一看情况不妙，连忙站出来指责顾念威：“这位小姐，您这么做未免也太过分了，这么重的力气压上去，换了谁都得疼得醒过来。”顾念威懒得跟他废话，直接掏出了手机：“你这人怎么这么死脑筋呢？爸，我严重怀疑这位程医生的专业水平，我刚查了，最近的三甲医院就2公里远，咱们现在就开车送他过去，给他来个彻彻底底的全身检查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俩满嘴谎话的还怎么往下演。”一听真要去正规医院做检查，顾雨晴心里顿时就慌了神，她猛地睁开了眼睛，眼眶里瞬间蓄满了泪水：“爸妈，我刚才可能就是昨晚没睡好，所以才一下子晕过去了。这是发生什么事了呀？为什么我感觉肚子好疼？”“你姐姐说的对，雨晴。”母亲的声音虽然温和，但语气里却透着不容置喙的坚定：“晕倒可不是小事，不能大意，我们还是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。”顾雨晴又开始扮演她那副为家里着想的圣母样：“妈，不用了，我真的没事，别麻烦了。”顾念威好整以暇地晃了晃手里的手机：“不好意思，刚才我已经打了120，现在救护车应该已经到楼下了，走吧，别让人家久等了。”话音一落，几个身强力壮的女佣就走了上来，二话不说就把顾雨晴给架了起来。顾雨晴吓得脸色惨白，拼命挣扎，父亲的眼神彻底冷了下去。他意味深长地瞥了一眼旁边面露惊慌的程彦书，随即转身就下了门。顾念威则趁着这空档回了趟养父家去拿点东西，等他再回来，刚进大门就听见了屋里的哭声：“爸妈，我只是因为姐姐回来了，心里一下子太慌乱了，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任性过的，求求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保证以后一定和姐姐好好相处。”母亲这次是真的有些动气了：“雨晴，妈妈从小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养大，为人处事的道理早就教过你了，你今天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太过分了。”父亲沉声开口：“雨晴，你也是个大姑娘了，正好你姐姐刚回来，家里可能需要点时间适应，况且你也很久没见你的亲生父亲了吧，不如这几天你先回自己家看看他吧。”顾雨晴听到这话，整个人都快站不稳了，她的眼泪瞬间决了堤，放声大哭起来：“可是妈，从小到大都是您陪着我的，我成长的每一步都有您的身影，对我来说，您才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。我也会去看我亲生父亲的，并且将来会为他养老送终，但我还是更习惯待在家里。您让我去跟一个陌生的男人住在一起，我真的会很不适应的。”他这话音还没落稳了，顾念威当场就开了口：“我来给你们翻译一下，意思就是老娘才不想回那个穷酸窝，待在咱们家多舒坦啊，每天吃香的喝辣的，花钱跟流水一样，这一回去，生活水平不是直线下降吗？”顾念威故作大度的摆了摆手：“哎呀，没事弟妈，就让他继续在这儿住着呗。”顾雨晴一听这话，又见父母没再吭声反对，那颗悬着的心才总算放了下来。那几个哥哥虽然脸上没说什么，但心里已经跟明镜似的，悄悄把那点从小到大的兄妹情分收回了大半。顾念威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换上那身舒服的居家服，然后抄起平板，点开最近在追的狗血神剧，美滋滋的看了起来。没看一会儿，房门就被人咚咚咚的敲响了。打开门，就看见顾泽言和顾颖晨站在门外，看那架势，这俩是想来跟顾念威缓和关系的。“妹妹啊，你这会儿在干嘛呢？”顾颖晨问道。“看剧呢。”顾念威回答。“那咱们2楼有个超大的影音室，妹妹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那儿看？效果贼棒。”顾泽言提议道。听到这话，顾念威点了点头，顺手抱起了他的零食。三个人很快就到了影音室，顾泽言手脚麻利的调好了设备，然后点开搜索栏问顾念威：“妹妹，你追的是哪部剧啊？哥给你搜出来。”顾念威报上了一个狗血剧的大名，顺便给他们打了剂预防针。这剧有点上头，你们俩可别受不了。没事儿，兄弟俩异口同声的回答。于是三个人并排坐在沙发上，盯着那面跟墙一样大的巨型投影。真没想到，这俩大少爷居然能看进去这种狗血剧。剧情正演到高潮迭起的部分，顾泽言气得直往嘴里狂塞薯片，一边嚼一边骂：“我勒个去，这男的也太渣了吧！”没过一会儿，就听顾泽言在那嚷嚷：“哎，我的薯片怎么吃完了？”顾念威从零食堆里摸出几包辣条，扔了一包给顾泽言：“喏，尝尝这个。”顾泽言这辈子估计就没见过辣条这种东西，他盯着那红彤彤的包装袋，一脸狐疑的撕开了口子，小心翼翼的从袋子里挤出一根，试探性的咬了一小口。下一秒，他双眼放光，发出一声惊叹：“我去，真香！”顾颖晨也按捺不住好奇心，拿过一包，3下5除2撕开包装，也跟着疯狂地炫了起来。就在这兄弟俩吃的满嘴是油，看剧看得正上头的时候，影音室的门却被顾雨晴给推开了，他脸上挂着极其勉强的笑容：“二哥、三哥，你们在看什么呀？”顾颖晨头也不抬：“看网剧呢。”
顾雨晴一听，语气里立马带上了讥讽，真是难为哥哥们了，还要陪姐姐看这种没营养的垃圾剧。哥哥们要是有正事就去忙吧，这里有我陪着姐姐就行了。哎呀你别吵吵，刚才那句台词我都没听清楚。顾泽言正看到关键情节呢，被人打断，语气里满是不爽。麻烦你出去的时候把门带上，外边的灯光太晃眼了。顾念威自始至终都懒得回头，压根就没搭理他。顾泽言顿时有点急了，雨晴，你快点出去啊，光都透进来了，真亮。顾雨晴看那俩人头都不回，死死盯着屏幕，极度的眼刀子都快把顾念威戳穿了，这才满心不甘的退出了影音室，还报复性的把门甩得震天响。这狗血剧一追就是好几个小时，顾泽言和顾影晨俩人看的是热血沸腾，整个人都处在激动亢奋的状态。恰好这时门外又传来了敲门声，二少爷、三少爷、五小姐，晚饭时间到了，老爷和夫人让各位下楼用饭，走，赶紧下去吃饭，吃饱了回来继续看下半场。顾泽言这会儿已经彻底上头，感觉今天就能一口气刷完20多集。三人刚下到楼下，就看到今天的餐桌上凭空多出了个位置，座位上坐着一个浑身散发着上位者气场的男人，眉宇间透着一股子严肃。大哥，你回来了。顾泽言的语气里透着一丝惊讶，这是咱们大哥，他叫顾廷琛。大哥，这是咱们家刚认回来的亲妹妹顾念威。顾影晨赶紧在中间给两人互相介绍。顾廷琛眼皮子都没抬，只是冷冷地扫了顾念威一眼，之后就再没下文了，反而扭头就问雨晴呢？开饭了怎么没叫她一起？就这么一瞬间，顾影晨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，他没想到大哥竟然这么不给面子，甚至连句客套话都懒得说。父亲斜睨了大儿子一眼，嘴角明显向下一沉，看得出来他心里也有些不爽。母亲敏锐地察觉到气氛不对，立刻开口询问佣人，六小姐怎么还没下楼呢？女佣的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，她好像下意识地瞟了顾念威一眼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。过了半天，仿佛终于鼓足了勇气准备开口，顾念威却直接抢先一步截断了他的话。他接下来是不是要说六小姐心情不太好，所以没什么胃口吃饭，说话的时候还得装出一副特别为难的样子，好让你们所有人都去琢磨妹妹为什么不开心呢？接着一联想，就想到是我今天刚回来，妹妹就不高兴了，最后顺理成章的把所有锅都甩到我头上。女佣下意识的就想替顾雨晴开脱，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父亲只是用淡淡的眼神扫向那个女佣，她爱吃不吃随她去。顾廷琛收起了那副淡然自若的表情，猛地站了起来，爸，您在说什么胡话？您怎么能这么对雨晴说话？他转而皮笑肉不笑的看向顾念威，轻蔑的嗤笑了一声，你这手腕可真够高明的。顾念威可不惯着他这臭毛病，怎么个高明法？你倒是展开说说。顾廷琛冷笑一声，咄咄逼人，你这不是才刚回来第一天吗？就把我们家的雨晴逼得连饭桌都不敢上。虽然我人刚到，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，但你能让爸妈和2个弟弟都向着你，你还敢说你没耍什么高明手段？顾念威当场就毫不客气地对了回去，我是这个家的亲生女儿，没错吧？我回家了，能得到父母兄长的疼爱，那只能证明我们一家人感情好。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我有心机了？还是说我就不配得到家人的爱吗？第二，你作为集团的继承人候选，连青红皂白都不分，不调查事情的来龙去脉就直接给人下定论，我想你这个继承人也就那样了。最后，你跟顾雨晴可没有半点血缘关系，你这么一个劲儿的护着她，我很难不怀疑你们这段兄妹情已经变质了，怕不是想上演一出什么霸道继承人与他的小白花养女的禁忌之恋吧？爸，您听听他这说的都是些什么混账话？顾廷琛被气得满脸通红，而这时母亲却突然开了口，老公啊，我看大儿子还是太缺历练了，要不最近就把他派去负责国的那个项目吧。父亲立刻就领会了老婆的意思，于是顺水推舟的答应了。好，这小子确实是该好好磨练磨练了。顾廷琛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没想到从小最宠他的父母竟会为了一个刚回来的女儿这么对他，他连忙改了口风，对不起，妹妹，我不该在什么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就指责你。爸妈，我这才刚出差回来没2天，离国那个项目没个3年5载根本做不完，儿子想多陪陪你们，不想去那么远那么久啊。可是母亲这次的态度却异常坚决，她抓着顾廷琛的手，语重心长，阿琛，听话，妈妈这是为了你好，想让你多锻炼锻炼。再说了，你要是想我们了，爸妈可以随时坐飞机去国外看你啊。顾泽言眼看气氛不对，赶紧出来打圆场，那个，要不咱们先吃饭吧？既然大哥要去接手那个项目了，咱们一家人正好聚在一起吃顿饭，毕竟以后想见大哥一面可就难了。可顾廷琛还是不依不饶地顶了一句，雨晴不在这儿，算哪门子的一家人？啪！父亲气得一掌狠狠拍在桌子上，他怒不可遏地指着顾廷琛，牙都快咬碎了。好啊你个逆子，是非要把我气死才甘心吗？顾廷琛的火气也瞬间上来了，他撂下这么一句话，这饭我不吃了。说完，扭头就气冲冲地上了楼。顾泽言担心顾念威被大哥的态度伤到，便凑过来想逗他笑。他坐到顾念威身边，压低声音，念威，你刚才那套大哥喜欢雨晴的说法，也太狗血了吧？是不是电视剧看上头了啊？顾念威顺着他的话头继续往下编，声音不大不小，恰好能让主位的父母也隐约听见。哈哈，是挺狗血的，而且要真按这狗血剧情走下去，你看咱们现在不都在楼下吃饭腰，那楼上可就没人打扰了。大哥正好可以上楼去安慰他的好妹妹，这安慰来安慰去的，难免就得有点肢体接触吧，说不定干柴烈火的一不小心就亲上了呢。顾念威这话一出口，可脸色一变，对视一眼，立马就冲上了2楼。顾念威和2哥3哥对视一眼，也正准备跟上去看热闹，啪！楼上猛地传来一声清脆响亮的耳光，只听父亲一声怒吼：“逆子！”母亲也冷着脸对着顾雨晴：“你今晚就给我滚出去！”话音刚落，顾雨晴哭得梨花带雨：“爸妈，你们听我解释啊！”顾泽言心里咯噔一下，我靠，不会吧？当他们冲进房间，眼前的景象瞬间炸裂，大哥顾廷琛正死死将顾雨晴护在身后，摆出一副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架势。他梗着脖子大声宣告：“爸妈，你们说过雨晴是养女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我爱上她有什么错？”顾念威实在没忍住，开了口：“问题当然大了，从小当妹妹养的女孩，你都能喜欢上？”他上下打量着大哥：“你这人好奇怪，
不会有什么奇怪的 XP 吧？这话一出，旁边的2个哥哥瞬间吓得一激灵，下意识就把手护在了自己身后。也许是秘密被戳穿，顾廷琛反而解脱了。然而顾念威却像个无情的判官，继续分析：不是哥，你压抑的这么痛苦，没想过去看心理医生？你可比他大好几岁呢，事业学业都在上升期，怎么还有闲工夫喜欢上自己妹妹？我也不想这样啊！顾廷琛满脸痛苦，旁边的顾雨晴更是哭得我见犹怜。阿琛哥哥，原来你心里是这么想我的。这扑面而来的狗血剧情让顾念威有点懵，但他竟然下意识地开始分析案情。大哥，你是不是每次决心放弃时，好妹妹就会给你一种她也喜欢你的错觉，还总是不经意的跟你有些超越兄妹的身体接触？顾廷琛瞬间沉默，可他那闪躲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。顾雨晴一听这话，一张小脸瞬间惨白，母亲气得冲上去，抬手就朝顾雨晴狠狠扇去。但大哥顾廷琛竟猛地冲出来，用自己的脸替他生生挨下了这一巴掌。啪！一声脆响，他脸上立刻浮现一个鲜红的巴掌印。父亲气到极致，指着他怒吼：“你今天晚上就给我滚去国外！A国的项目搞不定，你就永远别想回来！”大哥顾廷琛只能咬牙低头：“好，爸，我保证完成。”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顾念威突然高声喊了一句：“等一下！”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他身上，他故作为难：“爸妈，我有点事，想跟你们单独谈谈。”大哥立刻凶狠地瞪着他：“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”连一向看热闹的顾影晨都看不下去了：“大哥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”父母对视一眼，最终还是跟着顾念威上了3楼书房。门一关上，顾念威开门见山：“爸妈，我觉得你们不能把大哥送到国去。”为什么？母亲的语气明显不悦。顾念威凭着多年的狗血剧经验开始分析：你们现在强行分开他们，可几年后呢？求而不得，只会记得更牢。万一他回来还惦记着，只会埋怨你们。而且爸，等他将来夺取公司大权，再风风光光把顾雨晴娶进门，你们就管不了了。父母听完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母亲急了，那可怎么办才好？顾念威停顿了一下，抛出了真正的炸弹：妈，我有个想法，你们就放话，如果大哥非要和他在一起，就断绝关系，立刻收回他在公司的所有实权，冻结他名下所有的银行卡，还要把这件事昭告给所有人。父母愣住了，会不会有点太过了？顾念威却异常冷静，有条不紊地解释：这样一来，大哥可能接受不了身份落差，从而看清现实，也可能是顾雨晴接受不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大哥，掉头就走。到那时，大哥自然能看清他的真面目。他最后微微一笑：当然了，说不定他们俩确实是情比金坚的真爱呢。如果真是这种情况，那不如成全他们。他话锋一转，却又提出一个更绝的方案：不如给他们几年时间观察一下，要是几年后初心依旧，再成全他们算了。母亲听完，扭头看向了丈夫。父亲沉思片刻，点头同意。这个法子倒也不是不行，但是顾雨晴必须立刻搬出去。他又赶紧补充了一句：堵死所有后路。那你们给晴晴找个新住处，千万别让大哥知道，要不然万一不小心闹出人命，那可就真得奉子成婚了。最终，夫妻2人意见统一，3个人重新回到顾雨晴的房间。此刻，顾雨晴哭得像个泪人儿，顾廷琛心疼不已，好几次想冲过去抱她，却被2个弟弟死死拦住。突然，母亲开口了：阿琛，你不用再去国了。爸，您说的是真的？顾廷琛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狂喜。然而，母亲紧跟着就泼下一盆冷水：但晴晴终究是个女孩子，跟我们家没有血缘，我决定让她搬出去单住。轰！顾雨晴压根没想到，真千金回来的第一天，自己就要被赶出家门，她接受不了，俩眼一黑，直接晕死过去。顾廷琛急忙冲过去想来个公主抱，却被父亲一脚狠狠地踹到了一边。母亲也冷着脸，没有一丝温度。来人，把晴晴小姐抬到楼下去，我亲自开车送她去新家。当顾雨晴感觉自己被放在汽车后座上时，她唰的一下睁开了眼睛，却正好对上母亲转过来的头。她吓得正想继续装死，母亲却冷不丁地开了口：晴晴，你老实说，你喜欢阿琛吗？说完，母亲的手指悄悄按下了口袋里手机的录音键。顾雨晴的眼珠子飞快地转了几圈：妈，我当然喜欢他，可我的喜欢是妹妹对哥哥的崇拜，是家人的喜欢呀，并没有男女之情。母亲好像松了口气：那你对老2和老3呢？顾雨晴以为自己赌对了，连忙顺着话说：那当然了，家里的4个哥哥我全都喜欢，在我心里他们不分高下，全都并列第2，第1名永远是爸爸妈妈。听到这话，母亲心里却是一阵憋闷：晴晴啊，老大对你的心思你也瞧见了，所以必须安排你出去住。不过你放心，只要你安分守己，你就永远是我们顾家的6小姐。顾雨晴听出弦外之音，稍稍松了口气，心里却已经开始盘算日后怎么让顾念威那小贱人被全家孤立。她压根没注意到母亲眼底的失望一闪而过，默默收起了那张原本准备补偿她的卡。车到了地方，女管家恭敬地上前拉开车门：6小姐晚上好，我是您的管家，有任何事都可以随时打我电话。顾雨晴看都没看一眼，一头扎进母亲怀里，情绪失控地大哭起来：呜呜妈妈，我不想一个人住，我好舍不得你们啊。母亲伸手轻拍着她的后背安抚，却又慢慢地将她从自己怀里推开。随即她给了何管家一个眼色，何管家立刻上前将顾雨晴拉到了一边。趁着这个空档，母亲已经迅速回到车上：晴晴，你长大了，总要学会独立，妈妈公司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话音刚落，司机极有眼力见地发动了汽车。顾雨晴眼神怨毒地瞪着绝尘而去的豪车，拳头死死攥紧。何管家脸上依旧是无可挑剔的微笑，柔声开口：那么晴晴小姐，我先带您上楼看看您的新家吧。顾雨晴没好气地甩出一句：前面带路。等母亲回到家时，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女佣快步走上前：少爷们跟小姐都在等您吃饭呢。母亲的脸上闪过一丝错愕，那颗被伤透了的心瞬间涌入一股暖流。要知道，以前的家里可从来不是这个样子的。答案只有一个可能，她快步朝饭厅走去。结果饭厅里兄妹3人正眉飞色舞地讨论着狗血剧，他们哪是在特意等母亲吃饭，只是看剧看上头了。妈，您回来了啊！母亲却
却露出了一个无比温柔的笑容。等急了吧？快上菜吧！顾泽言一脸的莫名其妙。等什么等？我们不是……话刚要说出口，顾念威眼疾手快地捂住了他的嘴。我的好二哥，这话可不行乱说啊！吃饱喝足，一家4口其乐融融地出门散步。谁知刚一进门，就撞见顾廷琛下楼觅食。顾念威嘴角一勾，直接开怼：这不是我们的纯爱战神吗？顾廷琛冷哼一声，听说我能继续待在家里，是因为你在爸妈面前说了好话。你别这样，我的妹妹从始至终只有晴晴一个。顾念威当即毫不客气地对了回去。你嘴上叫着晴晴妹妹，心里却想着怎么跟妹妹发展点别的，对吧？那我可高攀不起，这妹妹我不当也罢。一句话直接把顾廷琛噎得满脸通红，可他这脸一红，反而更像个变态了。母亲当场就绷不住了，决定连夜给大儿子预约心理医生。2个弟弟吓得连忙后退3步，疯狂撇清关系。妹妹，我们不是大哥，我们真没那么闭气。顾廷琛彻底没脸待下去，灰溜溜地溜回了2楼。这时母亲开口了：对了，念威，妈妈周末有个聚会，想带你去认识一下妈妈的朋友。行啊，那就去呗。顾念威爽快地答应了。第2天一大清早，女佣就轻轻敲响了他的房门。餐桌上，母亲一脸关切地问他：念威，昨晚休息的怎么样？挺好的，这儿的床睡着很舒服，待会儿会有人送一批礼服过来，你挑挑看。顾念威轻轻点头。这时父亲也开了口：爸爸已经帮你办好了一张卡，每个月会自动打50万零花钱进去，待会儿会有人给你送上楼。50万。他表面上云淡风轻地应了下来，内心却早有1万头神兽呼啸而过。看狗血剧时，1个亿他都觉得是小钱，可现实里这50万简直是要了他的老命。用过早餐，化妆师上门为他打造仙女装，换上闪闪发光的定制礼服，家里人见了都连连称赞，真不愧是我们老顾家的闺女。转眼就到了聚会时间，雅致的茶园门口，3位华贵夫人早已在等候。母亲笑着为他们介绍：来，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的亲生女儿顾念威。她呀，小时候身子弱，大师说她命格特殊，必须在乡下寄养积福。如今她总算是平安度过了命里的劫数，我们这才把她接回来。原来是这么回事，这孩子长得可真像。其中一位夫人和善地说道：阿姨今天也没给你准备见面的，待会儿让阿姨给你包点好茶叶带回去。然而一个涂着烈焰红唇的入阿姨却突然开口：不知道念威是在哪所名校就读呀？母亲听完心里猛地咯噔一下，她可清楚得很，顾念威读的只是个美发专业的大专。只见顾念威只是淡定地笑了笑：我已经毕业了。入阿姨撇撇嘴，心想这孩子果然不怎么样。她不依不饶地追问：既然毕业了，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？母亲脸上有些尴尬，想岔开话题，就听顾念威淡淡道：我工作老简单了，就是经营一家小店，管理一片区域的人类日常生活物资罢了。这话一出，闵阿姨立刻夸赞道：啊，念威这么年轻就开始自己做生意了？那倒也没有，主要是我爸想提前培养我，让我早点接触社会。他谦虚地回应着。可这话落到那3位夫人的耳朵里，意思就完全变了。经营小店成了谦虚，管理区域物资成了执掌一方产业。随后一行人坐上观光车，来到一间雅致的茶室，木桌旁坐着个扎麻花辫的清秀美人，名叫陆安，负责添茶倒水。等众人坐稳，那个叫陆安的麻花辫姑娘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，她悄悄在手机内打字：哥，你猜我碰见谁了？我遇到 A 城那群暴发户了。突然一股异样的感觉传来，妈，我去个厕所。他转身问那个麻花辫美女：你好，请问洗手间在哪里？陆安眼珠子一转，这里有点绕，不太好找，我领你过去吧。看着顾念威火急火燎地冲进厕所，陆安不屑地撇了撇嘴，他掏出手机，又在微信上敲起了字：哥，顾家那个新认回来的土包子女儿，真是一点礼貌都不懂，我好心带她去厕所，她连句谢谢都没说就进去了。话音刚落，顾念威一身轻松地走了出来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美女。陆安皮笑肉不笑地开口：不客气，这都是我分内的工作。对了，你说过好喝的茶能喝出来，你觉得刚刚那杯如何？其实我觉得一般，没有多好喝。顾念威实话实说，不过我妈在场，我也要顾及一下她的面子。陆安追问：那依你之见，什么茶才算好喝？顾念威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：奶茶。顾小姐，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我怎么可能开玩笑呢？你该不会连奶茶都没喝过吧？他看着陆安，心里顿时充满了同情，这个姐姐也太可怜了，挣的钱估计都上交家里了，自己连杯奶茶都舍不得买。察觉到他同情的眼神，陆安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紧接着顾念威就把手机屏幕对到了他面前：既然你没喝过，那这杯我请了，你瞧瞧想喝点啥？陆安为了待会儿好好嘲讽他，毫不客气地点了杯颜值最高的奶茶。顾念威俏皮地眨了眨右眼：外卖小哥估计要20分钟，到时候我跟你一块去拿。看着他献殷勤的样子，陆安心里不禁泛起了嘀咕，难道是自己的身份暴露了？两人刚一回到茶室，那个若阿姨就特地开口：对了，今天怎么没把晴晴的孩子一起带来呀？顾念威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句：我妹妹她今天没空呗。话音刚落，他的手机正好响了，他噌的一下站起来，顺手拉上陆安，笑着对各位夫人说：我去外面取个外卖，马上回来。陆，你的。顾念威将那杯奶茶塞到陆安手里，陆安怀着忐忑的心情尝了一小口，瞬间清爽的果香混合着浓郁的奶味在口腔中炸开，他咕咚咕咚喝了快大半杯，才意犹未尽地松开吸管，脸上有点挂不住，只能尴尬地说：那个加个微信吧，我把奶茶钱转给你。随后两人并肩回到茶室，然而茶室里竟然不知何时多了一个人，顾雨晴。顾念威却像没看见一样，神色淡定地走回自己的位置。顾雨晴立刻亲热地凑过来：哎呦喂，姐姐，你刚才跑出去干嘛了呀？去拿了个外卖而已。顾雨晴的脸色立马变了，这里的茶点这么天然健康，姐姐你怎么还吃那种垃圾食品啊？是不是以前在穷人家养成的坏毛病？我看还是趁早改了吧。改什么改？顾念威毫不留情地对了回去：难道外卖不是呼吸同一片空气长出来的？那么金贵，你干脆别呼吸了呗。若阿姨听不下去了：你这丫头怎么跟你妹妹说话的？晴晴她也是一片好心啊。顾念威不咸不淡地回了一句：她是不是为我好，我自己心里有数。若阿姨，我倒是听说有的人特爱管别人家的闲事，8成是自己家一堆破事儿搞不定，您说是这个理儿不？若阿姨被这话一噎，脸都涨红了。阿婉了，你快看看你家念威，
威，这孩子没在你们身边长大，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。母亲扯了扯嘴角，皮笑肉不笑的对了回去，我家念威乖着呢，他就是嘴快，心里没什么坏心思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好像是听说你家那位最近又跟个新晋小明星申月，对剧本呢？若阿姨的脸瞬间从粉红变成了猪肝色，旁边的于阿姨赶紧打圆场，哎呀好了，喝茶喝茶，小姑娘麻烦再给我们续一壶新茶吧。这时顾雨晴又看向他，故作惋惜的叹了口气，姐姐你看到了吧，也就这种高雅的地方才配得上咱们的身份，你以后可千万别再吃外卖那种东西了。他都懒得搭理这个戏精，淡淡的应了一声。顾雨晴一拳打在棉花上，眼珠子一转，又心生一计。对了姐姐，我听说你啊念威。母亲厉声打断了他的话，晴晴喝你的茶。可一旁的若阿姨立马来了兴致，晴晴呀，你刚才是想说什么来着？顾雨晴怯生生的瞅了母亲一眼，支支吾吾。看他这副又要作妖的样子，顾念威索性直接把他的台给掀了。他也没想说啥，无非就是想说她根本不是我们顾家的亲生女儿，而是当初收养我的那家人的亲闺女。话音一落，顾雨晴瞬间脸都白了，惊恐万分。其余3位贵妇的脸上也写满了震惊。顾念威又凉飕飕的补了一刀，哎，所以啊，他才这么遮遮掩掩，不敢说出来。没事的，妹妹，我是不会瞧不起你的，毕竟你骨子里也是个吃外卖长大的孩子嘛。全场鸦雀无声，一旁的陆安憋笑憋到肚子都快抽筋了，只能把满腔笑意化作打字的动力，给另一头发了无数个哈哈哈哈。顾雨晴含着2泡泪，委屈巴巴的望向母亲。我不是的，母亲悠悠叹了口气，事情都到这个份上了，我也就不瞒着各位了。事实确实像念威说的那样，晴晴只是我们家的。顾雨晴不敢置信的瞪大双眼，妈，怎么了？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？母亲冷冷的反问。顾雨晴猛地站起身，一把拉开门冲了出去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今天让各位看笑话了。母亲面带歉意，顾念威却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哈哈哈哈，他这戏也太多了吧，妈，不然送他进娱乐圈发展吧，我敢保证，绝对比二哥混的还好。这哭着跑出去的气质，妥妥的琼瑶剧女主啊！闹剧散场，他笑着跟陆安挥手告别，坐上了顾家的专车。刚一下车，他就瞥见门口停着一辆贵得离谱的豪车。母亲一看到那辆车，神色紧张的偷偷看了他一眼。刚踏进大门，女佣就迎上来说：“夫人，陆少爷过来了，而且陆少爷还把晴晴小姐也带回来了。”母亲一听见晴晴这2个字，脸色瞬间黑如锅底。她拉下脸，和顾念威一起走进客厅。只见顾雨晴正抓着裴衍的袖子，哭得梨花带雨。陆哥哥，你别管了，我没事的，真的。裴衍轻蔑地扫了他一眼，随即柔声安抚：“晴晴，你放心，我今天一定替你讨个说法。”母亲冷着脸开了口：“不知陆先生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”裴衍冷哼一声：“我只是听说晴晴竟然被你们从家里赶了出来，我倒想问问，你们凭什么赶走我的未婚妻？陆先生可能有所不知，我们也是最近才查清楚，晴晴她并非我们顾家的亲骨肉，我们家还有几个跟她年纪相仿的儿子，她再继续住下去，于情于理都实在不妥。”话音刚落，顾雨晴的泪珠就滚落了下来。裴衍见状，火气噌的就上来了，这简直是无理取闹！现在让他搬走，不就是为了给某个刚回来的人腾地方吗？他一挑眉，满脸不屑，是又如何？裴衍当场被气笑了。顾夫人，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这种野丫头，我裴衍可看不上。我劝你们别擅自更换联姻对象，我绝不可能跟这种女人联姻。顾念威却故作激动地喊了起来：“所以你的意思是要拒绝和我联姻？没错，你是听不懂人话还是怎么的？好得很。”他猛地一拍桌子，指着他：“男人，你竟敢拒绝我！本小姐生气了。男人，你绝对承受不起他顾念威的怒火。”撂下这句狠话，他强忍笑意，从女佣托盘里端起一杯果汁，径直走到裴衍面前，手腕一斜，满满一杯橙汁就这么从他头顶淋了下去。紧接着反手就给了顾雨晴一个响亮的耳光。在所有人惊掉下巴的目光中，他凑到裴衍耳边，低声冷笑：“真巧，本小姐也瞧不上你这种货色，想跟我联姻，你配吗？你也就配得上旁边这朵盛世白莲。”说完，他嫌恶地皱了皱眉：“哎呀，这位先生不小心把衣服弄脏了，赶紧送客吧，免得弄脏了我们家的地毯。所以赶紧带着你的真爱滚出我家，自己滚去找你爹妈，把这门婚事给退了。”话音落下，他头也不回地甩手上楼了。等到他悠哉下楼吃饭时，客厅里果然已经没了那2人的踪影。饭桌上，一直沉默的父亲终于开了口：“念威，你今天做的确实有些过火了。过2天我带你亲自去一趟陆家，给裴衍那孩子道个歉。”他慢条斯理地放下筷子，冷冷反问：“爸，咱们家是缺了陆家的扶持，公司就开不下去了吗？你刚回来，对家里的情况可能不太了解。”父亲解释道：“我们家和陆家是深度合作，我们掌握货源，他们手握渠道，是强强联合。那好，他迎上父亲的目光，我嫁给陆家能换来什么好处？换来一个不爱我，还会跟我妹妹勾勾搭搭的丈夫吗？既然感情不是第一位，为什么不干脆让妹妹嫁过去？”他步步紧逼，是因为您也不敢保证让她嫁过去还能给顾家带来好处，还是说陆家那边也不相信娶个能巩固合作关系？父亲的眼神里满是诧异，他乘胜追击：“爸，不如就借这个机会好好试探一下陆家的态度，他们真想合作，自然会主动上门。如果他们取消联姻，正好说明他们诚意不足，您大可以寻找新的合作伙伴，您说对吗？”父亲抹撒着下巴，陷入了沉思，最终他点了点头，采纳了他的建议。可他心里却在疯狂 OS： 嘿嘿，刚才那番话我自己都快信了。第2天清晨，顾泽言一脸八卦地凑了过来：“我可听说了，你昨天让裴衍那小子吃了大亏，那哪算吃亏啊？我不过是赏了他一头顶的果汁罢了，还得是你啊，我的好妹妹！我早就看那家伙不顺眼了。”顾泽言竖起大拇指，笑得见牙不见眼。这时，顾廷琛从楼上下来：“你们俩在聊什么？这么开心？”顾泽言连忙打哈哈：“没啥，就是昨天裴衍那小子跑上门来想娶妹妹。”顾廷琛一听，立马紧张追问：“那晴晴昨天也在场吗？”“在啊，怎么不在？裴衍就是他叫来撑腰的。”好家伙，一个哭得梨花带雨，一个冲冠一怒为红颜，简直是年度大戏。顾泽言还故意拖长音调：“当然了，我相信在咱们妹妹的心里，也肯定有你这位琛哥哥的一席之地。”话音刚落，顾廷琛瞬间炸毛，非
非要出门见她的晴晴，结果被老妈当场下了禁足令，再闹就撤了她公司所有的职位。吃完早饭，母亲通知她，任庆宴定在3天后，顶级设计师上门送来礼服。她最终敲定了一件镶满璀璨碎钻的礼裙，裙摆摇曳如星河倾泻。设计师前脚刚走，她的手机就响了，电话那头是宁诗瑶古灵精怪的声音：嘿嘿嘿，我的好微微，你跑哪去了？我杀到小卖部扑了个空。她神秘兮兮的压低了声音：姐妹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可千万别太激动。姐妹，我摇身一变。姐妹，她摇身一变成亿万富婆了。电话那头的宁诗瑶炸了，我不信，除非给我50，让我见识一下你的实力。卧槽卧槽卧槽！当真收到50块转账后，宁诗瑶彻底疯狂，快老实交代，你怎么一夜暴富的？她便把这几天魔幻的经历一五一十的说了个遍。电话那头沉默了，啊，这不是吧？这年头还有真假千金这种狗血剧情，所以我才说是暂时成了富婆吗？说不定富婆体验卡就到期了。姐妹，你这可不行，必须干他，把那个冒牌货给我撕烂。放心，已经被我扫地出门了。宁诗瑶明显愣住，随即忍不住吐槽，他也太菜了吧，哈哈，可不是吗？既然他这么菜，我敢打赌。宁诗瑶语气笃定，他肯定会在你的认亲宴上作妖，比如假装被你推下水，上演苦肉计，再比如跟你穿同款礼服撞衫，硬要艳压你一头。他听完这话，下意识的喃喃自语，不能够吧，我今天才刚把礼服定下来。宁诗瑶激动的一拍桌子，我赌他绝对会跟你撞衫。他顿时也来了兴致，行，赌一个季度的鹅厂会员。3天时间一晃而过，认亲宴这天，哥哥顾泽言涌起一股强烈的使命感。妹妹，今天你别怕，有哥哥们罩着你。他却一脸云淡风轻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心里却疯狂吐槽，暗狗血剧套路，关键时刻爹妈哥哥肯定被支走，指望这俩货，还不如指望我自己呢。他换上那条 bling bling 的星光裙，一家人驱车浩浩荡荡的驶向顾家老宅。停车场里早已停满了顶级豪车，司机恭敬地拉开车门，气度不凡的父亲，温婉的母亲，2位英俊的哥哥相继下车，但哥哥们没有先走，反而像骑士般默契地守在后排车门两侧。顾泽言绅士范十足地拉开车门，可就在这时，一只纤细的小脚先探了出来，紧接着是一条极其显眼、同样闪到晃眼的裙子。来人居然是顾雨晴，那是顾念威吗？我怎么瞅着不太像呢？光看这背影就知道根本不是同一个人啊！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名媛们的议论声四起。他一家人信步走进了宴会大厅，一抬头就对上了2楼含笑望着他们的爷爷奶奶。母亲温柔安抚他：念威，别紧张，他们早就盼着见你了。所有宾客的目光瞬间齐刷刷地锁定在他身上。就在此时，宴会厅的大门再一次被推开，众人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了过去，结果却看到顾廷琛正小心翼翼地搀扶着顾雨晴，以一种极其郑重的姿态亮相于众人眼前。他简直没眼看，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眼睛。特喵的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父亲的脸黑如锅底，只因他这个亲女儿回了家。更可笑的是，那个养女顾雨晴竟穿着和她一模一样的裙子。顾念威早就见怪不怪，他面无表情，转身就想上楼，可顾雨晴却不依不饶，快步追上来大喊：姐姐！这一声瞬间点燃了全场的八卦之火。顾念威无奈叹气，转过身自句宾友 ：“Hello， 养女，我不是你姐姐，我才是这家的女儿。”一句话，顾雨晴小脸煞白，大哥顾廷琛立刻冲上前，将他的宝贝公主护在身后。我可不认你这个妹妹，晴晴才是。他只是淡淡的回了2个字：知道了。就在这时，2楼传来动静，爷爷奶奶正站在楼上，将一切尽收眼底。顾爷爷捋着胡子，对妻子满意点头。我看新认回来的这个孙女很不错。顾奶奶也笑得眉眼舒展。确实，等下我得把我的镯子送给她。几句话的功夫，顾念威已经走上2楼，哥哥们立刻热情介绍：爷爷奶奶，这是我们家新认回来的小公主顾念威。他顺势露出甜笑，乖巧问好。奶奶一把拉住他的手，爱不释手。好，瞧瞧这好看的女娃娃。他立刻嘴甜夸赞：谢谢奶奶，您太有气质了，这身旗袍尤其衬您。我们这个年纪，好多人都穿不出这韵味，您是怎么保养的？一番话把奶奶逗得心花怒放。你这孩子嘴真甜。爷爷不满被冷落，故意咳嗽几声，他立刻转头，眼神发亮：啊，爷爷您的气场太强大了，我刚刚差点都不敢跟您搭话，您愿意和我说说话吗？爷爷瞬间被顺毛，有些局促的了一声。然而这融洽的气氛却被一道尖锐的女声打破：爷爷奶奶，我们给你们带了礼物。顾雨晴和顾廷琛又来了。他顶着众人不爽的视线，僵硬地递出养生茶和字画。顾廷琛更是一脸讽刺：怎么，你们都没带礼物？新认回来的果然一点礼仪都不懂。顾雨晴立刻开始茶言茶语：大哥你别这样说姐姐，她只是刚回来不懂。顾念威直接挑眉打断：等下，今天不是我的认亲宴吗？要送礼也该送给我，你们这是借花献佛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心怀不轨呢。母亲脸色一沉，当场点名顾廷琛：念威说的对，老大，我可没教过你这样不分场合乱送礼。爷爷挥挥手，直接拿过麦克风：各位，今天是想让大家认识一下咱们家的亲孙女顾念威。话音落下，全场震惊。爷爷随即把麦克风递给他，他淡定接过，微微一笑：大家好，感谢捧场，祝大家玩得开心。说完，掌声雷动，音乐响起，人群再次流动起来，觥筹交错，唯独顾雨晴像个被遗弃的小丑，僵在2楼角落。就在这时，母亲走到他面前：秋后算账，晴晴，你怎么穿了和你姐姐一样的裙子？顾雨晴一脸委屈：我也不知道姐姐会选这一条。母亲的语气冷若冰霜：是吗？我倒是不知道，设计师还会犯这种错误。顾廷琛见势不妙，赶紧护住顾雨晴：妈，是你们太不关心晴晴了。母亲发出一声冷笑：老大，看来你是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径直向楼。顾念威看着他们没讨到好，只当他们是透明人，他从他们身边路过，准备下楼。然而就在他即将踏下楼梯时，身体猛地
个意外，有人趁他不习惯高跟鞋，狠狠绊了他一脚。可顾念威没有尖叫，更没有摔倒，他顺着滑倒的趋势，手腕闪电般扶住扶手，手掌猛地一撑，整个人竟稳稳坐在了光滑的扶手上。下一秒，他借着栏杆从2楼潇洒地滑到了1楼。底下传来一阵惊呼和叫好声，顾雨晴被惊得目瞪口呆，差点咬碎了银牙。落地瞬间，鞋跟一歪，他险些在最后一刻丢脸。还好，他又一次及时扶住了扶手，站稳了。顾家众人这才松了口气。奶奶的声音已经泛起刺骨的寒意：“顾雨晴，念你曾在顾家生活过，且念威没事，我不多计较。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！”奶奶，顾雨晴渲然欲泣：“您为什么要赶我走？爷爷让他死个明白，你绊倒了念威，这就是理由。”顾雨晴满眼无辜，泪水说来就来：“爷爷您在说什么？我看是姐姐不小心摔倒了。”这一刻，爷爷奶奶对他彻底失望。爷爷双眉下压，唇角下拉：“你走不走？1分钟内再不走，我就让保镖来赶你。”顾廷琛再次挡在顾雨晴面前：“爷爷，您怎么能这样对晴晴？明明是新来的那个没站稳，她要是摔了，丢的还是咱家的脸。晴晴才是咱们家最优秀的大小姐。”爷爷懒得再废话，直接朝身后招手，把他们俩分别关进客房。宴会没结束，都不许放出来。是，老爷。5个高大保镖瞬间动手，2楼立刻恢复了清静。此时，顾念威来到食品区，找了个凳子坐下，默默开吃。一个可爱系美女突然凑了过来：“哈喽，顾家大小姐你好。”他抬头望去：“你好，我是高家2小姐高甜心，我看你没什么朋友，要不要过来认识一下我的朋友呢？”“好啊，走吧。”可高甜心把他带到小伙伴身边后，却双手环胸，压根不介绍，眼里还露出一丝得意，就等他出糗。结果顾念威脚步不停，直接走到另一片食品区继续吃。高甜心脸色一变，赶紧追过去：“顾小姐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我的朋友在那边呢。”他边吃边含糊不清地说：“是吗？那你怎么不早说？我以为你知道，我又不是你，怎么知道我知道？不好意思，是我考虑不周。那我们现在过去。”他挥挥手，一脸无所谓：“我饿了，你去玩吧，我要吃饱再说。”高甜心咬牙瞪着他的背影，悻悻离去。当顾念威吃到半口，忽然感觉不对劲，奇了怪了，没了顾雨晴，难道今天就没人来陷害他了？就在这时，一个相貌平平的男人来到他身边：“你好像很喜欢吃东西。”他咬起一颗狮子头，毫不在意的咀嚼：“我只是在践行我的快乐。”男人绅士的递出手，故作深情：“哈哈，顾家大小姐果然独特，不知是否有荣幸可以邀您共舞？”他拒绝的干脆利落：“不跳，我根本不会跳舞。”不远处，高甜心立刻招呼朋友们：“哎，你们看，那不是今天的主角吗？走走走，咱们去看看。”男人不死心，语气更加深情：“亲爱的顾家小姐，您为何不愿与我跳舞？是瞧不上我吗？”顾念威眼皮都没抬一下，吐出一个字：“是。”就在这时，高甜心尖锐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顾小姐，你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”高甜心摆出一副正义的嘴脸：“这位先生只是想邀你跳支舞，你没必要这样否认别人。”顾念威挑了挑眉，笑了：“既然我这么过分，你这么善良，你和他跳舞如何？”高甜心的脸色瞬间煞白，手指死死拽紧，冷汗从头皮滑落。顾念威步步紧逼：“怎么，不是很看得起这位公子吗？跳啊，善良的高家2小姐。”“不对，这位先生邀请的是你，邀请我就要跳舞吗？”顾念威冷笑一声，朝着一个胖胖的餐区经理命令道：“过来一下！”经理立刻上前：“大小姐有什么吩咐？”顾念威手指一抬，指向高甜心：“你去邀请高家2小姐跳舞。”经理二话不说，直接执行。他挺着肚子，伸出胖胖的爪子：“高小姐，我对您一见如故，想邀您跳支舞。”高甜心看着能当他爸的油腻胖男人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顾念威的声音悠悠响起：“怎么，你不是最讲道理的吗？你怎么能拒绝一个向你邀舞的人？”高甜心发出一声尖叫：“你怎么能这样羞辱我？这个人是你们家的佣人。”顾念威一边的眉毛高高挑起：“你还看不起佣人？这个佣人是听你吩咐而已，你这样就是在耍我。我只是在做和你一样的事啊，丫头。”他意有所指的看向那个相貌平平的男人：“这个男人不也是听你的吩咐而已吗？”那个男人脸色一变，赶紧指责顾念威：“顾家大小姐，您这样太过分了，是我看错人了。”顾念威冷冷地看着他：“多少钱请你演这一出？如果让我查到你收了高家的钱，我保证你退休前都找不到工作。你维护的那个女人不会给你未来，你确定要用后半生来赌吗？”男人脸色变了又变：“那你能保证我以后都有高薪工作吗？”顾念威摊手：“不能，只能保证不干预你的人生。”男人思考半晌，终于开口：“是，确实是高家2小姐让我来邀您跳舞。”高甜心瞬间崩溃大哭：“你怎么能污蔑人？”眼看事情闹大，一个40多岁的男人匆匆赶来，替高甜心赔了不是，拉着他仓皇离开。顾念威冷哼一声：“真是好算计，小的露馅了，老的来圆场，慢走不送。”这时，顾泽言匆匆赶来，一副要为他解围的样子。顾念威心里一阵无奈，敢不敢不按狗血剧情发展？高甜心是不是晴晴的朋友？他直接问道。顾泽言一愣：“你怎么知道？不然他没事干嘛一直针对我？”顾泽言叹了口气，有些惆怅：“哎，晴晴怎么变成这样了？”他摸了摸鼻子，坦白道：“就算我们把你认回来，私心上，我承认我更偏向晴晴。”顾念威表示理解，这很正常，从小到大的情谊，如果立刻改变，那才奇怪。他随即又担心起来：“谢谢你，妹妹。话说，不知道大哥他怎么样了？我倒希望爷爷奶奶不要把大哥和晴晴关得太紧。”话还没说完，顾泽言已经风风火火地跑上了楼。一旁四处寻找顾雨晴的裴衍听到风声，也悄悄跟了上去。就在这时，大门再次打开，一男一女走了进来。哈喽，来人竟是陆安。顾念威有些吃惊：“你好，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哥哥陆潇。”顾念威看向陆潇，原来他是你哥哥。你好，你好。陆潇却只是礼貌地点点头，一句话都没说。一个奇妙的想法在他心里产生，他立刻找到顾影晨：“二哥，你手机里有晴晴的微信吗？”顾影晨一头雾水：“有啊，怎么了？”他轻轻拉着他的袖子：“麻烦你跟我过来一趟。”他搓搓小手，暗自兴奋：“二哥，麻烦你现在拨通晴晴的视频通话。”顾影晨虽然不解，但还是拿出手机打了过去。视频响了好一会儿才接通，但屏幕里出现的却是顾泽言的脸。“你们怎么找
找晴晴。顾念威对着镜头缓缓开口，我要让他见个人，你能把镜头对准晴晴吗？顾念威淡淡开口，顾泽言的语气却突然躲闪起来，要现在吗？说完，他竟把手机平放，镜头里只剩一片天花板。顾念威和顾影晨对视一眼，满是疑惑。镜头外似乎传来一阵交谈，顾泽言这才回来，语气催促：妹妹啊，你快一点，这边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。下一秒，镜头里出现了顾雨晴那张惊慌失措的脸。顾念威眼神一凝，是不是错觉？顾雨晴的右脸好像有点红，头发也乱糟糟的。顾雨晴看到是他，下意识就想挂断。等一下，顾念威立刻开口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人要介绍给你。说完，不等顾雨晴反应，他拿着手机直接冲到陆家兄妹面前，手机屏幕猛地对到陆潇眼前，给你介绍一下我家的养女顾雨晴。屏幕里的顾雨晴心跳瞬间漏了一拍，他对这个男人一见钟情了。顾雨晴的声音立刻变得甜蜜，你好，我叫顾雨晴，请问你是？然而不等陆潇开口，顾念威反手就把电话给挂了，干脆利落。一旁的顾影晨彻底惊呆，完全搞不懂这波神操作。陆潇好奇地看着他，你刚刚是在做什么？顾念威眼珠一转，张嘴就开始胡扯。是这样的，前几天我遇到个算命大师，大师说我家养女和一个裴姓男子是命中注定的姻缘，必须把两人命运连接起来，否则我们顾家会破产。听到这离谱的解释，陆潇眼神瞬间一冷，抱歉，我对那个女人没有兴趣。一旁的顾影晨更迷惑，他们家什么时候请过姓裴的？顾念威却自觉猜到了真相，抬头看向二楼，可二楼空空如也，顾家的其他人也都不知所踪。他回想起顾雨晴那狼狈的样子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不会吧？难道真是我猜的那样？过几天有一场拍卖会，你去吗？陆安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。顾念威有些犹豫，不瞒你说，我认回来之前就是个小卖部老板养大的，没见过什么贵东西，我怕去了亏钱。他如此坦诚，陆安反而愣住了。顾影晨的声音及时响起，妹妹，我带你去，我想给你买些首饰。陆安立刻拍板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到时候我们订同一个包厢，没问题。顾念威也笑着答应。陆潇望着妹妹和他亲近的样子，若有所思，决定回去好好查查这个顾念威的背景。就在这时，楼上忽然传来一阵骚动，紧接着顾雨晴从二楼跑了下来，她身后还跟着三哥和爸妈。顾雨晴一眼就锁定了人群中那个令她心动的男人陆潇，他竟然直直的朝这边跑了，速度不减，身体猛地往前倾，摆明了要上演一出投怀送抱。陆潇立刻后退两步，可顾雨晴还在朝他扑过去。顾念威看着这贼心不死的模样，眼神一冷，伸手一搂顾雨晴的腰，用极大的力气把她往回拽。哦，我亲爱的养女妹妹，你这个小淘气怎么这么不小心呀？他五官乱飞，用一种油腻又深情的表情凝视着顾雨晴，别撞到人了。顾雨晴被他恶心的表情冲击到，瞬间想吐，他厌恶的一把推开顾念威，顾念威被猛地一推，身体顿时失去平衡。好啊，既然如此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他反手扯过顾雨晴，想把她直接垫在自己身下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道温柔的力道从后方传来，稳稳扶住了他倾斜的身体。他下意识松开了顾雨晴，只听啪叽一声，顾雨晴结结实实的摔在了地上。顾念威回头一看，扶住自己的竟然是陆潇，他连忙道谢。陆潇也只是淡淡的了一声，一旁陆安的嘴巴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。天啊，他哥居然会主动扶一个刚认识的女人。地上的顾雨晴正准备上演小白花戏码，想挣扎起身，却又柔弱的倒下。他正打算楚楚可怜的朝陆潇爬去，母亲冰冷的声音却从头顶传来：晴晴，你最近真的太不乖了，我希望你不要再消耗我的耐心。你今天不是还有事吗？爸爸。顾雨晴带着哭腔和祈求，然而母亲却直接拉住他的手，声音冰冷：爸爸还有事，我送你。这时顾泽言鬼鬼祟祟的挪到顾念威和顾影晨身边，一脸菜色的压低声音：妈的，我以前以为狗血剧都是编的，可是你们知道吗？我刚刚看到顾雨晴，她又和大哥聚在一起了，而且还被那个裴妍给撞见了。裴妍那狗东西，现在人还在房间里发呆呢。我去，这么精彩！顾念威的吃瓜之魂瞬间熊熊燃烧。那边的顾雨晴却对母亲说：行，妈妈，我等下就走，不过我有点事要办，很快的。说完，他竟快速来到了陆潇面前。顾雨晴一脸羞涩的开口：你好，你是叫陆潇对吧？我挺想和你认识一下的，能加个微信吗？陆潇还没说话，陆安就一步挡在了自家哥哥面前。不好意思，这位小姐，我哥不加绿茶和小白花。顾雨晴的笑容僵在脸上，却假装大度。这位妹妹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是不是有人在你面前说了我的坏话？你是说我吗？顾念威悠悠地问。顾雨晴立刻叹了口气，满脸难过。我相信不是姐姐做的。顾影晨却当场戳穿，这招我懂，我看过的绿茶女配都这么说，这叫以退为进，引起众人的误会和怜惜。陆潇的耐心耗尽，直接开口：我不想加你。母亲对着顾雨晴嘲讽一笑：走吧，趁我还没有请你出去，你自觉一点。就在这时，陆潇接了个电话，随即对陆安说：我有事要离开，你继续待着，还是跟我一起走？陆安摆了摆手：你去忙吧。陆潇看着顾念威点了点头，先告辞了。说完，人就如同一阵风般离开了。顾念威忍不住感慨：果然真正的爸爸是没有时间谈恋爱的。陆安却说：这也不一定，我哥他这人外冷内热，要是有人走进他心里，他肯定会想办法找时间陪伴我。陆安突然试探性的问：话说，你觉得我哥会喜欢什么样的人？顾念威煞有介事的分析起来：我觉得你哥会喜欢那种倔强坚强、不畏强权、不爱金钱，还会扇他巴掌的独特女人。陆安人都惊呆了，我哥喜欢这样的人，他是有什么大病吗？顾念威摊了摊手，没办法，大部分冷心冷情的爸爸就是这样，他们的纯洁只会留给那个倔强的小女人。所以，要是你哥哪天长出了恋爱脑，你习惯就好了。陆安刚想反驳，电话却突然响了，是他哥。喂，哥，有什么事吗？电话那头传来陆潇冰冷的声音：顾家那个养女挡住我的去路了，麻烦你让顾家人把那个女人接走。好的哥，你发个定位给我。陆安挂了电话，立刻看向顾念威。顾念威一听，二话不说，当即拉着陆安就往大门外冲。汽车沿着山路快速往下开，迎面却有辆车按了回来，车停下，母亲探出脑袋：念威，你
你怎么离开了？是宴会不合心意吗？不是的嘛。顾念威立刻解释，我朋友接到电话，说晴晴纠缠着他的哥哥，我有点担心，所以过去看看。母亲一听晴晴竟然还在作妖，当即决定走，一起去。2辆车朝着定位飞驰而去，很快他们就到了陆潇停车的地方。顾念威一下车，就听到了顾雨晴那悲伤欲绝的声音：陆潇先生，顾家已经容不下我了，求求您带我走吧，我愿意在你家打工，做最普通的女仆也行。陆潇就在车里，根本没理他。顾雨晴正要去敲车窗，一回头就看见了他。顾念威笑眯眯的打趣：哈喽，你是想当灰姑娘吗？顾雨晴没好气的吼道：你怎么在这？那当然是因为……顾念威话没说完，猛地弯腰，竟是使用蛮力，一把将顾雨晴抱了起来。你挡路了，我受人所托要把你搬走，你放我下来！顾雨晴疯狂挣扎。就在这时，母亲冰冷的声音突然响起：晴晴，怎么散步来到这了？我倒是不知你招惹了我家老大，竟然还有心思去勾搭别人。顾雨晴泪眼婆娑：妈，我不是的，我没有，哥哥只是看我难过，过来安慰我，他是把我当妹妹的。母亲没有说话，只是用审视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他，然后母亲甩下一句：我真应该让老大过来，看看你这个样子，也许他就能醒悟了。顾雨晴瞬间一副大受打击的模样：妈，你怎么能这样想我？母亲却不愿再多说一个字，只是摆了摆手：陈叔，你把晴晴送回公寓那边，告别了陆潇兄妹。他们一行人就回到了别墅，宴会已经结束，宾客纷纷离场。只见爷爷奶奶板着脸，爷爷的胡子都在颤抖。富贵，能告诉我老大是怎么回事吗？父亲深深叹了口气：爸，这确实是我们的教育失败。老大那孩子喜欢养女晴晴，爷爷气得没好气。我要是今天去晚了，我绝对会被那个不孝子孙气死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佣人从2楼客房的方向猛冲了出来。不好了，老爷夫人，庭深少爷和裴家少爷打起来了。一行人立刻冲到客房前。顾念威探头一看，只见2个鼻青脸肿的男人，尤其是穿着顾庭深衣服的那个，又脸肿成了猪头，眼睛都睁不开了。哈哈，顾念威笑了半声，赶紧捂住了嘴。顾庭深听到声音，整个人一激灵，回头就看到了顾念威幸灾乐祸的眼神。一照使，他口齿不清的嘶吼着。顾念威立刻模仿他口齿不清的语气：蝈蝈，你说森莫，我听不懂。然而没等他继续发脾气，他的头就被狠狠敲了一下。爷爷打完大孙子，还意犹未尽，你还有理说你妹妹？你也不看看你是什么样子。顾念威的目光又转向了另一个挂彩的男人。哟，这不是咱们的纯爱战神裴先生吗？这不是非晴晴不可的那个男人吗？是不是感觉想要染个绿发？裴炎恼羞成怒的大吼：闭嘴！晴晴才不是你说的那样，是他哥图谋不轨。是的，每一个被绿的男人一开始也咬死了自己老婆没出轨。没事的，晴晴是爱你的，只不过她的爱分成了很多份，她想给你和大哥一个家。哦对了，今天这个家庭还加入了一个新的男人，所以是4口之家吗？顾念威继续拱火。裴炎感觉呼吸都困难了。你说什么？今天哪个男人？就是你和大哥在雄竞的时候，晴晴妹妹又看上了宴会上的一个男人，那个男人叫陆潇，是我朋友的哥哥。顾念威好心地解释道。2个男人仿佛被瞬间吸干了精气神，带着满身伤痕，了无生气地坐在原地。不一会儿，一位贵妇人出现在门口。老爷，裴家人来接裴家少爷。裴母眼神不快地扫视着顾家人。阿爷，你是不是被顾家人欺负？顾念威立刻指了指顾庭深，耐心地解释：阿姨，您误会了。裴衍是为了向大哥证明自己对晴晴的爱，所以才和大哥打起来的。你看我大哥的状况更惨，所以阿姨，这件事与其他人无关。爷爷板着脸，直接开始赶人。裴夫人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今晚还有家庭聚会，就不留你们了。临走时，裴夫人用审视的目光狠狠地瞄了顾念威一眼。顾念威却笑眯眯地回敬：阿姨，我知道我不是你儿子的菜，你儿子他喜欢渣女，所以你不用担心哦。等他们走后，顾庭深突然问他，那个陆潇是什么人？可没等回答，他又自言自语起来：你们不懂，晴晴她是喜欢我的，只是碍于家里的情分，不敢接受我罢了。顾念威忍不住为他鼓掌，并感慨：他感动了，他又行了，这就是备胎舔狗的自我修养。顾泽言好奇地问：什么修养？顾念威立刻慷慨激昂地大声回答：女神都是对的，女神一定有苦衷，女神她关心我，女神她心里一定有我。闻言，顾泽言和爷爷看了顾庭深一眼，竟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。众人难得的过了几天不喝绿茶的日子，很快就到了参加拍卖会那天。顾念威抬头望去，一栋欧式美术馆风的建筑矗立在眼前，可就在乘坐电梯时，却遇见了一个老熟人。高田心穿着白色小礼裙，皮笑肉不笑。没想到你也来了，没办法，我太闲了。顾念威耸了耸肩，可高田心却觉得顾念威是在讽刺自己。然后高田心咬牙切齿地开口：我倒要看看顾小姐今天能拍到什么好东西。可顾念威今天就是来玩的，压根不在意这些。高田心撇了撇嘴，吃瘪地转身走了。等电梯时，顾念威好像看到了顾雨晴的身影，只是一闪而过，他不是很确定。终于，他们到达了包厢，陆安还没到，顾念威率先找了张沙发坐下。这时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：进来吧，请问您需要什么饮品呢？侍者恭敬地问。顾念威好不容易从菜单里找到一杯还算喜欢的，就这个吧。然而，那侍者出去后，并没有走向备餐区，而是转身去了另一个包厢。一个女人甜甜地笑了，递给侍者一包药，命令道：把这包药放到那个女人的饮料里。事成，我给你打钱。好的，小姐。侍者虔诚地接过了药包。就在这时，包厢的门被打开，陆安拿着杯奶茶，高兴地走了进来。陆潇跟在妹妹身后，手上还提着3杯奶茶。陆安冲顾念威眨了眨眼，哈哈，我就知道你爱喝，给你带的。咚咚，门再次被敲响，还是那个侍者把饮料放在了顾念威身边的桌上。小姐，您的饮料。很快，拍卖会开始了。转眼间，2个小时过去。下面这件产品比较独特，出自一位神秘卖家，绝对是货真价实的瑰宝。灯光聚焦，一颗硬币大的粉钻项链瞬间折射出耀眼光芒。顾泽言
言抽空看了一眼，赶紧戳了戳顾念威，妹妹，这个项链好看，哥给你买。顾念威完全不懂粉钻的价值，一脸懵逼，不用吧，会不会很贵？可此时场内叫价声已经此起彼伏，价格疯狂飙升，350万、360万。顾泽言不等顾念威反应，直接按下竞价键，101包厢的客人出价380万。顾念威一把拽住顾泽言，惊恐的压低声音：哥你疯了，几百万啊，这只是一条项链啊！顾泽言却满眼心疼，语气坚决：念威，你就收下吧，你回来后，哥哥还没送过你什么礼物，380万一次。拍卖师的声音响起，陆安赶紧解释：念威你放心，这个粉钻值430万左右，不亏，但是超过460万就不值了。话音刚落，103包厢出价420万，101包厢出价430万，430万2次，103包厢出价440万。顾泽言还想再按，顾念威赶紧一把抢走了那个按键装置，可因为太过着急，他不小心碰掉了桌上的饮料，那杯侍者刚刚送来的饮料瞬间洒了一地，顾泽言却上了头：妹妹，不就再贵一点，又不是不能买。陆安也跟着上头：对，念威买它，不买。顾念威态度坚决，陆潇却觉得有趣，瞧见身边的加价键，随手点了下去，101包厢出价450万。什么？顾念威惊讶地环顾四周，就发现陆潇刚把手从按键上挪开，还饶有兴致地看着他。我突然也想买了。顾念威，行吧，那我叫人打扫一下地面，450万2次。顾念威原以为这次十拿九稳了，没想到103包厢出价460万，全场瞬间安静。可拍卖师更激动了，105包厢出价480万。就在这时，有人敲门：您好，请问是需要打扫服务吗？进来的竟然还是之前那个送饮料的侍者。侍者看见顾念威安然无恙，表情瞬间不自然。当他看到洒在地上的牛奶时，瞳孔骤然一缩。顾念威还有些不好意思：麻烦你了。侍者却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暴露，拿着拖把胆战心惊地走过去。而这一切都被陆潇看在眼里，他本就洞察力极强，侍者僵硬的动作瞬间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视线瞟过去，察觉到侍者神态的异样，眸光微微一闪。然而直到地板被清理干净，都风平浪静，可那个侍者却勾起一抹讨好的笑：小姐，需要我再次为您上饮料吗？我们可以免费为您续一杯。顾念威听到这话，只觉得处处透着古怪。免费？他再次确认：是真的免费吗？是的，那再给我一杯吧。侍者一出去，陆安立刻开口：念威，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一句话点醒了顾念威，那个侍者有问题。顾泽言一听有人要害妹妹，顿时怒了：好啊，我倒要看看那小子想干什么。说着就要冲出去，顾念威却一把拉住了他：不用了，哥，我大概有怀疑对象，等下他来，我再验证是谁，现在还说不准。我怀疑的有2个人。此刻103包厢内，一个女生尖锐的响起：你说什么？饮料他没喝，不小心倒掉了。侍者颤抖着回答：是的，小姐，不过我说再给他免费续一杯，他答应了。女人直接甩出一包药，这做法太明显了，再给你加5万，给我好好表现，要是被发现了，你就说是105包厢的客人指使你的，听到没有？侍者脸上瞬间露出笑容：明白。很快他屁颠屁颠地把加了料的牛奶端进了101包厢，让您久等了，这是您的饮料。然而顾泽言却面无表情地开口：我妹妹她不想喝了，你给我喝。侍者瞬间为难：这怎么？这饮料有问题吗？顾泽言步步紧逼，侍者捧着杯子，手抖若筛糠，牛奶都溢了出来，眼看杯子快要碰到嘴唇，他仿佛认怂一般，猛地松手，杯子往下掉。可顾念威却稳稳地接住了杯子，他朝侍者灿烂一笑：怎么手抖了呀？继续喝呀。侍者还想故技重施，顾念威却笑眯眯地开口：你很喜欢玩击鼓传花，但是东西总会传到你手上的。侍者彻底崩溃，他扑通一声跪下大喊：对不起，我也是被威胁的，有人要我给您下药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是谁让你这么做的？顾念威冷冷地问。侍者咬了咬嘴唇，仿佛下定了决心：是105包厢的客人。顾泽言当即就要冲过去，陆潇却意味深长地看着侍者：别急，我看这人瞒了点什么。顾念威有些不耐烦了：到底是谁派你来的？就是105包厢的客人。侍者坚持道。顾念威直接提议：我们去调监控，监控肯定拍到他进了哪个包厢。侍者听到这话如遭雷击，他嘴硬地补充：我和105包厢的客人是在网上交易的，我根本没进过105包厢。顾念威直直地盯着他，看起来你可不像受到了威胁。陆潇悠悠补充道：倒像是收了好处，而且我已经联系了拍卖场的经理。侍者瞬间面如死灰，然而没等他想好对策，咚咚咚，房门被敲响了。